10年前，大家比的是誰能把錢弄出去；10年後，大家比的是誰能把資產解釋清楚。嗨，大家好，我是 Sean， 關注我，讓你全球都有人。最近這段時間很多朋友都在後台問我同一個問題：7月1日新規以後，中國人是不是不能買美股了？海外券商賬戶會不會出問題？我名下有香港公司、美國 LLC、BVI 公司會不會被間接投資的條例強制穿透追溯？甚至還有人問，每年5萬美金的購匯額度是不是要被徹底取消了？坦白說，這可能是今年跨境資產配置領域被誤讀最多、被自媒體販賣焦慮最嚴重的一部法規。網上已經出現了各種非常驚悚的標題：個人境外投資全面封堵，海外資產即將全面清查，個人美股時代徹底終結。但如果你去真正拆解監管的底層邏輯，會發現事情遠沒有那麼簡單。今天這期視頻，我想用最通俗的方式帶大家看懂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國務院對外投資規定到底改變了什麼，又完全沒有改變什麼，以及各位老鐵們又該如何應對呢？如果你目前正持有海外資產，經營海外公司，或者未來有身份規劃、離岸資產配置的需求，這期內容你一定要冷靜看完。話多說 ，Let's get into it。這到底是一部什麼法規？首先，我們得先搞清楚一件事兒：這次出台的可不是什麼普通的部門規章，不是發改委的通知，更不是外管局的某份內部資料，它是一部國務院層級的行政法規——國務院關於對外投資的規定。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中國第一次在國家最高行政層面用統一的法典來規範中國稅務居民所有的境外投資行為。過去很多年，中国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就是我們常說的 ODI， 主要是跟着发改委、商務部、外匯局各自的規章走。企業得知道怎麼備案，怎麼走流程，資金怎麼合規的出去。長期以來，個人的境外投資一直處於一種相對割裂甚至模糊的狀態。雖然你可以通過滬港通、公募基金去買海外資產，符合條件的創業者也能通過外匯局的37號文去做海外紅籌架構，但更多的朋友其實是通過各種境外離岸架構間接的持有海外資產買賣美股。過去的監管並不是沒有規則，而是規則散落在各個不同部門的文件裡，缺少一個大一統的頂層架構。而這一次新規最大的殺傷力就在於國務院直接出手，把企業、個人直接、間接的境外投資全部收攏到了同一個頂層大監管裡邊。最大的變化，居民個人第一次被明確寫進對外投資行政法規。如果你今天這期視頻只想記住一句話，那我建議你記住這句：居民個人首次被明確寫入了國務院層級的對外投資法規。在這部新規的條文裡，對境內投資者的定義寫得清清楚楚，一共就3類：第一，企業；第二，其他組織；而第三就是居民個人。很多人聽到這兒可能會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不就是加了4個字嗎？相信我，這背後的意義非常巨大。過去很多年，只要大家談起境外投資備案，也就是 ODI， 默認的討論對象永遠只有企業。個人更多是在外匯管理局的條框裡，在5萬美元便利化額度的框架下被管理。而現在，國家直接用最高層級的行政法規告訴你，中國居民從今天7月1日起正式成為國家對外投資的法定監管對象。換句話說，未來你作為個人去配置境外資產，它不再只是一個單純的能不能合法購匯的外匯問題，而是正式進入了國家對外投資的綜合合規大框架裡邊。注意，接下來這句話非常的關鍵，也是最容易被網上那些自媒体誤讀的地方。個人被納入的這個頂層監管框架，並不等於馬上就要增加審批，更不等於立刻就要全面禁止個人境外投資。它的底層邏輯是，國家正式在法律層面上承認了居民個人境外投資的客觀存在，並且準備為它建立一套統一的合規的遊戲規則。最核心的利益，美股、港股、海外基金到底會不會被一鍋端？
說到這兒，大家最肉疼、最關心的問題來了：7月1日新規一上，我手裡的美股、港股賬戶，還有大量的海外基金，到底會不會出事兒？聽我一句勸，先把心放到肚子裡。答案是，未來監管肯定會變得規範，但是7月1號當天，你的賬戶不會發生任何劇烈變化。為什麼我敢這麼說？因為新規裡邊有一條硬核的條款，原話很長，翻譯成咱們老百姓的大白話就是：不管是你自己的錢，還是你幫別人管的錢，只要你拿到境外金融市场去投資，比如說炒股、買基金、買債券，這都算是境外投資。也就是因為這句話，網上那些自媒體開始集體高潮，瘋狂的嚇唬人了，說什麼個人炒美股絕對違法，海外證券賬戶要被強制關閉，7月1號開始倒查20年。聽着挺嚇唬人的，其實全是自媒體在瞎編。大家仔細看看條文，新規說的是要把這些行為納入監管框架，但他可完全沒說具體怎麼管。只要後續的執行細則一天不出，這就意味着：一沒說個人去買美股必須先找國家備案；二沒說原有的存量老賬戶該怎麼處理；三更沒有劃定一個具體的金額門檻，比如說多少錢以上才管。所以截止到目前，如果你手裡已經有合規開好的美股賬戶、港股賬戶，或者你之前就通過正規渠道買了海外的基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7月1號以後你的賬戶會被強制關閉或者凍結，這件事大家一定要理性看待，子彈還得再飛一會兒。最關心的5萬美元的購匯額度到底有沒有變化？答案非常的簡單，非常明確，目前沒有任何变化。這一點是絕大多數人最容易混淆，也最容易被自媒體帶偏的地方。我們每人每年等值5萬美元的便利化的购匯額度，它的親生父母就是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個人外匯管理制度，而不是這部由國務院出台的對外投資的規定。所以7月1號以後，這5萬美金的額度沒有取消，沒有提高，也沒有降低，你該去銀行換匯還是照樣換。但是啊，注意了，這裡邊隱藏了一個99%的人都踩過的超級大坑。很多人心裡是這麼想的：既然國家給了我5萬美元的合法額度，那我把這筆錢匯到境外的券商去炒美股、炒港股，不就100%合法了嗎？老鐵，這完全是兩碼事。在咱們現行的外匯管理體系裡，你每年的5萬美金，那是用来給你經常項目消費的，比如說你去境外的旅游、留學交学費、探親，或者說海外醫療。至於你想拿這筆錢去境外買房子、買美股、買境外保險，甚至在海外開公司，對不起，這些在法律上通通叫做資本項目。所以千萬不要簡單的把5萬美元的购匯額度腦補成5萬美元的境外投資額度。过去很多年，很多人通過化整為零或者螞蟻搬家的方式把錢弄出去，只要是弄出去了，後續幹嘛沒有人天天盯着你。而這一次新規的落地，釋放了一個非常明確的風向標，未來監管的重點很可能不再只盯着錢是怎麼出去的，而是要開始穿透核查這筆錢出去以後到底幹了什麼，誰會受到最大的影響。如果你只是普通家庭，偶爾換點外匯出國旅游，給孩子留學交學費，或者在境外刷卡消費，放心，這部新規跟你沒有半毛錢關係，短期內你的生活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真正需要把這期視頻刻進 DNA， 高度關注政策走向的是以下4類人，大家可以對號入座。第一類，持有海外離岸公司架構的玩家。比如你名下有美國的 LLC、香港公司、新加坡公司、阿聯酋公司或者 BVI、開曼等等離岸公司，尤其是你作為中國稅務居民，直接在境外當大股東的。過去很多離岸公司處於監管的灰色地帶，但是這次的新規明確提出了直接或者間接投資的穿透式概念。未來監管的重點會從你有沒有海外公司，直接變成你為什麼要開這家公司，你注資的資金從哪兒來，是不是存在境內權益偷偷出境或者返程投資。第二類，紅籌架構的硬核創業者，這類人群影響可能是最大的。過去很多出海或者準備架構的創業公司有一套經典的紅籌模式，中國個人控股 BVI 公司，再控股開曼的母公司，然後再去控股香港公司，香港公司再去控股中國境內的實際運營實體。
過去大家主要依賴外匯局的37號文體系，隨着國務院這部行政法規的落地，未來這類間接投資是不是需要同時跑發改委、商務部去拿新的合規備案？雖然目前還沒有執行完全明確，但絕對值得所有創始人持續拉響警報。第三類，長期進行海外證券投資的大魚，特別是那些長期重倉美股、港股，或者通過境外券商離岸賬戶長期配置海外基金的朋友們。還是那句話，合規賬戶不會被无故關閉，但未來的風向變了，最重要的考核指標不再是你的賬戶開在哪兒，而是你必須能夠自圓其說3個核心問題：你的資金來源能不能解釋？你的跨境路徑能不能合規？你的稅務身份能不能閉環？第4類是做全球身份規劃的高净值人群，這也是我日常諮詢中遇到最多的群體。過去幾年，很多朋友做全球配置時，往往是單点操作，今天弄個海外身份，明天弄個美国 LLC， 後天辦個新加坡銀行賬戶，再後天買點海外房產或者基金。這些東西拆開來看，每一個都合法合規，但新規和未來的配套細則落地後，監管越來越強調4個字：邏輯閉環。也就是說，你海外的身份、你的稅務居民判定、你的資金來源、你的公司架構以及你的投資路徑，它們連在一起，必須能夠講通一個完整、合規、合理的故事。尾聲，大浪淘沙，未來的跨境資產配置合規才是最大的紅利。視頻的最後，我想跟大家聊聊我個人的一個研判。很多人一看到出新規，就習慣性的覺得完了，國家又收緊了。但我作為獨立離岸分析師，看完條文後，我得出的結論恰恰相反。這部法規釋放的絕對不是全面封堵的信號，而是制度護航、大浪淘沙的開始。國家出台這部硬核法規，本質上是正式承認了個人境外投資和企業多層架構已經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既然捂不住了，那就索性建立一套大一統的頂層規則，讓真正想要合規配置資產的人有法可依，同時讓那些灰色操作、打擦邊球的行為逐步失去生存空間。聽到這兒，可能很多名下有海外資產或者海外公司的老鐵已經開始對號入座了吧，心裡發毛了。像既然大網已經鋪開，那麼從現在開始到7月1號以後，我到底該怎麼樣做到安全上岸呢？別慌，在大浪淘沙的時代，專業的人只做專業的動作。我建議所有擁有離岸架構、海外身份或者大額證券資產的朋友們，立刻啟動合規3步自查法。第一步，做一次全球資產與架構的健康體檢，別再自欺欺人了。把你全球所有的殼公司、海外賬戶、海外房產和身份，像是樂高積木一樣擺在桌上，順着資金流、股權流、人員流做一次徹底的穿透梳理。重點順着3條線來重點梳理。錢從哪兒來？股權歸誰？實際控制人是誰？也就是資金流、股權流和控制流。你的每一家公司、每一個離岸賬戶、每一層控股平台都要回答3個問題：為什麼設立？資金怎麼進去？收入怎麼回來？如果這些問題回答不上，說明你的架構不是規劃，而是在堆砌。第二步，從技術隔離轉向合規閉環。以前大家喜歡通過各種信息差或者找不同的中介，今天辦個身份，明天開個離岸賬戶，彼此割裂。現在你必須把中國稅務居民的判定、海外收入合規完稅、跨境資金跨境登記、境外再投資合規串成一條沒有破綻的證據鏈。第三步，停止所有裸奔式的擦邊操作。那些虛擬貿易背景去換匯的，利用親戚朋友螞蟻搬家借額度的，或者通過地下灰色通道倒騰資金的，從現在開始能停的立即停掉。在智能化和法治化的全穿透監管时代，大數据想抓你只是一個搜索鍵的事兒。所以如果讓我用一句話總結今天這期視頻，那就是10年前大家比的是誰能把錢弄出去，10年後大家比的是誰能把資產解釋清楚。過去最值錢的是渠道，未來最值錢的是合規。過去拼的是膽量，未來拼的是專業能力。如果你目前正擁有美国 LLC、香港公司、BVI 公司、新加坡公司，或者正在規劃第2身份、海外賬戶和全球資產配置，但不確定自己的整體架構是否存在高危風險點，歡迎預約我們全球人團隊安排1對1的合規諮詢。
我不會教你如何去鑽規則的漏洞，但我會幫你從法律、稅務、身份和配置的角度，建立真正可持續、能防禦風險的全球化架構。如果你喜歡這種站在全球視角看資產流動、打破信息差、解構身份規劃的硬核內容，歡迎點讚、轉發，並且訂閱我們順手牽羊頻道。我是Sean，陪你跨國破局，讓你全球都有人。我們下期見，拜拜。